比利時崛起，徵召15萬名士兵保衛歐洲。或許是俄羅斯不斷派遣無人機騷擾歐洲，一向以巧克力、啤酒、躺平生活聞名的比利時也站起來了。國防部長西奧·弗蘭肯表示，向15萬名比利时青少年發送了徵兵信件。在此之前，更是斥資360億歐元對軍隊進行現代化，這是近年來比利時規模最大的軍事升級行動。這15萬封信的背後，到底藏着比利時軍隊怎樣不為人知的秘密和危機？這360億歐元的豪賭能打造一支什麼樣的軍隊？梅利坦尼報道，在11月，有大約15萬比利时青年收到了徵兵信件。比利时之所以發起大費周章的徵兵，原因就是俄羅斯。在此之前，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和列日的機場經常出現不明無人機，最近還有無人機飛越比利時安特卫普港，甚至連美軍核武器的小波罗赫爾空軍基地都有無人機出没。誰幹的，目的是什麼，大家都能猜到，除了俄羅斯也沒別人了。為了應對無人機騷擾，比利時政府向英法德請求援助。目前，這3國已經向比利時派遣空軍專家以及反無人機小組。也正是因為俄羅斯無人機頻繁騷擾歐洲，雙方的關係愈發緊張，稍不留神就會打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普京還丟了2枚炸彈，一枚是海燕，另一枚是波塞冬，都是帶核的。面對俄羅斯赤裸裸的威脅，比利時也沒忍着，直接表示，如果布魯塞爾遭遇攻擊，那就將莫斯科從地圖上抹去。可以說，在烏俄戰爭的背景下，歐洲與俄羅斯的衝突一觸即發。從最新的消息來看，克里姆林宮正在向北約邊境悄悄部署預備役。澤連斯基也表示，普京可能會在烏俄戰爭結束前襲擊北約。種種跡象表明，歐洲各國必須做好戰爭的準備，比利時也是如此。在6月份的時候，比利時政府通過總額360億歐元的軍隊現代化投資計劃，正式啟動大規模軍事能力升級。弗蘭肯更是表示，為應對潛在的安全風險，做好戰爭準備，比利時需要緊急劃撥340億歐元的專項軍費，這個數字相當於比利時去年 GDP 的近5%。不過，火力軍好奇的是，就地理位置而言，比利時算是很好的那一個，離俄羅斯足夠遠，周邊就是英法德等強國。如果俄羅斯能打到這地方，那就證明已經拿下3/4的歐洲。真到這個時候，比利時也不用打了，直接投降不丟人。也因為周邊全是大哥，比利時的軍備其實很一般，主打一個小而精。那麼為什麼這一次要向15萬青少年發送徵兵信件？如果歐洲與俄羅斯爆發衝突，比利時能做什麼？首先要說明一點，比利時国防部發送的徵兵信件僅僅是鼓勵青少年參軍，來不來純粹自願，並不是像俄羅斯那樣強制徵兵。普京簽署全年徵兵法案後，俄羅斯民眾收到徵兵信件後，就要到当地的徵兵處報到。如果逾期，那就是一系列的惩罰，駕照被吊銷，銀行貸款被限制，甚至還會罰款。相比之下，比利時僅僅是鼓勵民眾徵兵。在1992年，也就是蘇聯解體之後，比利時就暫停了義務兵役制。畢竟大敵自己給自己玩沒了，歐洲國家不需要維持大規模常備軍，軍費開支和軍隊規模大幅縮減。在冷戰時期，比利時曾在西德維持約4萬名部隊，而到了2022年，整個比利時陸軍的现役人員僅剩約9427人。即使面對俄羅斯的威脅，比利時也不會恢復義務兵役制。弗蘭肯已經把話挑明了，恢復強制徵兵不符合執政聯盟的協議。更重要的是，現在的比利時軍隊在後勤上根本就沒能力应對大規模徵兵帶來的巨大負擔。對於比利時來說，15萬這個數字是相當恐怖的。在2025年的火力指數中，比利时排名第61，還不如阿塞拜疆，與英法德這種老牌強國相差甚遠。當前的比利時武裝部隊完全由志願職業軍人組成，共分為5個分支：比利時陸軍、空軍、海軍、醫療服務以及新興的網絡部隊。截至2025年，现役軍事人員總數不過26389人，預備役人員也只有6600名，一次性徵召15萬名士兵根本帶不過來。人真來了，連住的地方、訓練的場地、管飯的鍋都不夠。既然不是徵兵，比利時為什麼搞這麼大陣仗，給15萬年輕人發徵兵信件？答案很簡單，但是也很扎心。比利時軍隊快沒人了。從本質上來說，
這次聲勢浩大的勸募活動屬於比利時國防部在人力資源徹底崩潰前的一次緊急自救。按照計劃，比利時要在2026年填補4800個空缺職位，其中包括2800名軍事人員、1050名預備役人員和960名文职人員。長期目標更大，計劃在未來10年內將軍事人員規模擴大到34500人，最終朝着4萬人的總兵力邁進。聽起來很簡單，但執行起來卻很難。在1992年暫停了義務兵役制後，比利時軍隊就從一支能大規模動員的力量轉型成了一支小而精的職業化軍隊。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比利时軍队有些過於精简了。就跟上面說的那樣，在2025年，比利时士兵只有26000多人，規模小也就罷了。最要命的是，這支小規模的職業軍隊還面臨着人力資本危機。根據比利時軍方自己的分析，他們正經歷重大退休潮以及新兵留存率低的双重致命打擊。一邊是之前入伍的老兵，现在到了年齡，排着隊唱着歌，高高興興的退休回家領養老金；另一邊是好不容易招來的新兵，幹不了多久就覺得軍旅生涯又苦又累，還不如外面工作掙得多，於是跑了。在歐洲那邊，當兵是一種職業，老兵留不住，新人招不來，一來二去，兵營就出現了空心化。火力軍估計，比利時的将軍們看着空荡荡的營房以及不断下降的兵力數據，愁了頭髮都快薅禿了。現在就能解釋為什麼比利時要一次性給15萬名青少年發信，因為只有用這種廣撒網的方式，才能徵召到計劃中的4800人。這個比例有多誇張？差不多是每31個收到信的年輕人裡，才有1個人最終成功入伍。當然，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比利時政府要背這個鍋。在冷戰結束後，就忽視了軍事人員和國防力量，現在只是問題集中爆發，在歐洲大陸隨時爆發衝突的情況下，比利時之前的債都要還。除了在兵力上的努力，比利時還啟動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軍事升級行動。為了彌補之前犯下的過錯，比利時直接下血本了，全面現代化軍隊，填補過去幾十年的戰略短板。其中防空能力的建設屬於重中之重，這是計劃的核心。因為地理位置比較安全，比利時是北約和歐盟總部的所在地，如果爆發衝突，俄羅斯很可能會襲擊布魯塞爾。為了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比利時計劃採購美制愛國者與法意聯合研制的 SAMPT， 構建遠程防空網，還要投資 Pyra、NASAMS 以及 Skyranger 等中短程防空系統，打造一個完整分層的防空屏障。空軍也要現代化，採購更多的 F-35， 徹底取代老化的 F-16機隊，還計劃引進 MQ-9B 無人機，增強偵察和打擊能力，確保比利時能繼續在北約的空中警衛和偵察任務中扮演重要角色。當然，重點還是陸軍。冷戰後，比利時陸軍規模被大幅削減，現在只剩下一支旅級部隊的架子。新戰略就是要扭轉這個局面，組建第2支完整裝備的旅級部隊。還將採購超過1000輛新型戰鬥和偵察車輛，比如叟貓、格里芬和美洲虎，提升地面部隊的機動性和戰鬥力。既然是軍隊現代化，新域和特种能力自然也不會落下。比利時投資還涵蓋了新興領域，為新組建的戰鬥無人機營分配資金，加強網絡部隊的建設。看到這份採購清單，火力軍只能說一個字：好。F-35、愛國者、SAMPT 全都是當今世界頂級的武器裝備。但問題又回到了原點，比利時買了這麼多頂級裝備，誰來用？這就好比花了幾百萬買了一輛頂級超跑，結果發現自己沒駕照，甚至連會開車的司機都顧不到，最後這輛超跑只能停在車庫裡積灰。比利時現在面臨的就是這種有槍無人的局面。比利時的招募需求清單不僅僅是傳統的戰鬥部隊，還急需 IT 專家、技術人員、網絡安全工程師、心理學家以及預防顧問等大量專業人才。這些高素質人才是操作和維護 F-35、愛國者這些複雜高科技系統所必須的。但現實是，這些人才都是私營企業眼中的香饽饽，軍隊那點工資和刻板的環境，拿什麼跟谷歌、微軟去搶人？可以說，無論比利時採購了多少先進的武器，如果沒有足夠合格、高素質的人員來操作和維護，那360億歐元的投資，最終換來的可能只是一支紙面強大的軍隊，其戰略願景無法真正落地。為了解決這個要命的問題，比利時國防部也算是想盡了辦法。他們推出了一個名為志願役服務年的計劃，並定於2026年啟動。這個計劃專門面向18歲至25歲的年輕人，
最初選拔500人，參與者將獲得每月2000歐元的淨工資，並被分配到陸軍、海軍或空軍中，擔任預備役人員。長期目標是把參與人數擴大到7000人，這就是一種變相的體驗式徵兵，在不恢復全面義務兵役制的前提下，為軍隊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後備力量來源。火力軍對此持保留態度，靠發工資和體驗卡的方式，到底能吸引並留住多少真正有志於國防事業的年輕人，還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比利時加緊徵兵，對於軍隊的現代化，除了自身的原因外，還有外部環境的影響，也算是被老大逼出來的。比利時缺人又缺錢，硬着頭皮搞這麼大規模的軍事擴張，核心驅動力有2個：一是來自北約盟友，尤其是大哥美國的巨大壓力；二是自身安全環境惡化。在北約成員國中，比利時屬於差生，仗着有美英法德這些大佬罩着，一直在免費搭車，其國防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一直處於末端。在烏俄戰爭爆發之前，排名常年墊底，僅略高於盧森堡等幾個少數國家。特朗普再次執政後，主張歐洲的安全由歐洲負責，要求所有北約成員國將 GDP 的5%用於國防。所以比利時很大一部分就是補交多年的作業，維護自己在北約的歐盟核心成員的聲譽和地位。這筆投資首先具有政治上的必要性，其次才是純粹的軍事需求。更難頂的是，對於比利時而言，俄羅斯的威脅已經不再是遙遠的邊境問題，而是正在發生的家門口的灰色地帶衝突。就跟上面說的那樣，比利時經歷了多起針對民用和軍事基礎設施的無人機入侵事件，甚至導致布魯塞爾的扎芬特姆機場被迫臨時關閉。比利時和德國的官員都暗示，這些事件背後有俄羅斯干預的痕跡，是混合戰爭的一部分。這些事件削弱了傳統地理緩衝區的安全感。在網絡戰和混合戰爭時代，對布魯塞爾核心基礎設施的攻擊可以直接威脅到北約和歐盟的指揮協調能力，增強實力已經成為比利時的必選項。只是無論比利時再怎麼徵兵，實力也是有限制的，只有幾萬人的部隊在歐洲衝突上並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那麼如果與俄羅斯爆發衝突，比利時能做什麼？比利時自己也知道，以自己的體量不可能成為一個能獨立抵御大規模侵略的軍事强国。比利时的国防戰略並非追求大而全，而是基於北約集體防禦原則，發展和提供高價值的利基能力。翻譯一下就是獨門絕技或者看家本領。在北約這個龐大的軍事聯盟裡，不追求成為面面俱到的六邊形戰士，而是在某些特定或關鍵領域做到頂尖和不可替代，成為聯盟裡的絕活哥。也正是因為這種質量優先的戰略，比利時還是能起到不小的作用。比如比利時的 CBRN 部隊與 EOD 團隊在化學、生物、放射和核防禦以及爆炸物處理領域很強，即使在整個北約內部都處於領先地位，屬於比利時的金字招牌。除此之外，比利时的地理位置也放大了其戰略重要性。北約的政治總部和 SHIP， 也就是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的軍事指揮部，都設在布魯塞爾附近。確保這些神經中樞的安全，也是比利時作為東道國的核心戰略責任。現在再回頭看那360億的投資清單，意思就已經很明顯了。重金投入防空系統，就是為了保護北約總部，重建地面部队，是為了能派兵去立陶宛和羅馬尼亞，參與北約的增強前沿戰略，為東翼盟友站崗，發展網絡和無人機能力，則是為了應對迫在眉睫的混合戰爭威脅。總的來說，比利時國防部向15萬青少年發出徵兵邀請，看上去很突然，實際上屬於比利時軍事戰略全面重塑的一個縮影。在俄羅斯威脅加劇以及北約的壓力，這也是必然結果。國內嚴重的人力資源危機導致比利時不得不廣撒網徵兵。北約在俄羅斯威脅下對成員國負擔分攤的要求，逼迫比利時增加軍費。本土關鍵基礎設施面臨的混合戰爭，更是成為比利時擴充軍力的重要因素。這一系列事件讓比利時這個差生向一條高成本、專業化的現代化道路上前進。F-35愛國者導彈兵強馬壯的第二支旅，可以為北約的威懾提供專業化的力量節點。只是問題在於，比利時的目標能否實現？錢可以買來最先进的武器，但買不來高素質的專業人才以及士兵的士氣，人員短缺依然是其最大的瓶頸。比利時能不能王者歸來？這360億歐元最終會成為戰力，還是會因為缺少足夠的人才而淪為擺設？我們拭目以待。這期視頻到這兒就結束了。各位覺得多年之後比利時能不能成功崛起？可以在視頻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討論。喜歡的話不要忘記點點關注。我是火力軍，下期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
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聚透气，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